云贵兄弟，我还有一事相求。您说，这新四军在诺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你知道吗？我呢，在海文其实就是专心的搞兵团。那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关注，啊，也不太了解。哦，这抗日挺进纵队的谢允峰，你认识吗？啊，他的防区呢就在这附近，但是交道打得不多。我刚从本市冉那回来，你与谢允峰打交道，我知道。只是交往，现在不都说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张老弟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以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我们地广人多，我们可以拖住他。等盟军腾过手来，局面不愁不变啊。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的太快、太猛了，大大超出了战区顾长官的预期，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顾长官和韩主席就要向他们动手了。当然，现在也不可能。我想借你的宝地一用，把谢允峰、葛致远，还有那些民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共商抗日大计。你觉得怎么样？我刚刚说过了，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他这人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试试吧，好吧？好。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谢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鸿门宴别来。跟特派员有关吗？是，一定要告诉老谢本人。省里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这次不是小摩擦，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诺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来。好，我懂了。等一下。啊。路上小心。嗯，好。卖香烟了！卖香烟！掌柜的，哎，我要一个鱼罐头，一个鸡罐头。好嘞，您稍等啊。啊。这两天刚上的货，挺新鲜的。好。您还需要别的吗？玉娇，你，嫂子，玉娇，嫂子，哎，老廖，玉娇，廖大哥，不是，你不是跟世伯上了美云号了吗？是啊，我们没上美云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哎呦，那真是太好了。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哎呦，真是说来话长了。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我就去了徐州。这徐州会战打到最后啊，我们的部队都七零八落的。孙怀义死了，我的腿也伤了。当时局势特别乱，也来不及医治。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连路都走不了。一个朋友介绍说，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偷偷来了上海。那现在呢？这伤好点没？啊，现在走路没问题，就是阴雨天的时候，骨头特别疼。重庆那边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那太好了。别光说我们了，你们怎么样？是啊，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上海，发生了挺多事儿的。嫂子，你跟我来。好，廖大哥你也来。啊。哎呀，这位云奎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的，他叫岳明，是爷爷给取的名字。真好，我们的干儿子。我叫他起来。哎，不要，让孩子睡。真好看，长得像你。哎，世婆现在怎么样？我爹跟万福，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送剑那勤务兵。他们现在正被关在76号的监狱里，
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怎么会这样呢？是啊，要不你们坐会儿，我上对面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好，等我啊。这孩子长得真好。哎，老廖，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奎去过武汉的事儿？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军政部软硬兼施，让云奎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那还是我跟他说，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那至少让张家人应该知道云奎有可能还活着呀。你能确定云奎真的还活着吗？有消息说呀，云奎在野战医院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云奎现在就是生死未卜。这样吧，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亲自告诉弟妹。那也只能这样了。饭点到了，潘长官，来尝尝我这儿的大碗面。这个呀，有点像徽州的沱饭碗。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这不是特殊时期嘛，咱们要共克时艰，请他吃点面吧啊！再说了，这不还有月饼呢吗？我不跟你说过吗？准备一桌中秋晚宴，把谢雨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哎，人呢？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呢都是阖家欢乐的，我叫谁谁也不来呀。哎，我跟你说啊，关于谢雨峰的处理，你可得站在党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你的官复原职、军衔的提升、你恢复的名誉。如果他来了，那咱们就跟他好好谈一谈嘛，怎么整编他的队伍。他要是不来，那他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我就会以战区长官的名义下通牒，让他们立刻离开诺西地区。谁说我不来啊？我这不是来了吗？云奎兄，有面吗？有啊有啊，这不都备好了吗？哦，对，我先介绍一下，潘长官，谢司令。金山兄，好久不见。谢老弟，久违了，久违了。好，你请坐啊。您吧。不是不让你来吗？来都来了，一块过个中秋嘛。有劳云奎兄啊。啊，我给你盛面。好，够了。雨峰老弟，既然你来了，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啊。你有没有打算加入国民党啊？我们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抗日救国呀。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金山兄今天请我来，说是要共商抗日大计。那么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有人呢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劫掠兵员，有这些事吗？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号召减租减息，成立政府，这是子虚乌有啊。而且劫掠兵员，它也是没影儿的事儿啊。啊，最近保安3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当然，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您说有人举报，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啊。
溪口镇啊，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就应该还回葛旅长，精诚合作嘛，以诚信为主，是吧？岐山兄，您知道吗？这个溪口镇，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溪口收复战，日方损失30余人，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眼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是我们想还，老百姓都不答应啊。这个事情嘛，团结抗战，消除误会。我看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啊，而且诺抗挺进纵队也是在第3战区的辖下呀。哦，谢老弟还不知道，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以后所有的行动皆是非法的。那么我想请问，是被日本人取缔的，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是被第3战区顾司令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军事委员会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岐山兄，今日你请我来，说是共商抗日大计。实话实说，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相信您。民国26年7月，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岐山兄，今天我想请问您当时流泪，为的又是什么呢？收回你们的防区，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对吧？岐山兄，我想送给您2句话：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啊！这3年多来，国共始终站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浴血奋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反共，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对吗？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而是全天下4万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的了。谢老弟，不，谢司令，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张团长，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拥兵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我们是同袍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张团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致。谭长官，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37年淞沪会战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人，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阖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云奎兄说得好啊，团圆，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难得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坐下来聊聊天儿，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来，
今天咱们真3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一块月饼，因为今后战斗可能会很激烈。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早日把日寇赶走。您说呢？云奎兄。有没有人想吃月饼啊？那大家都有啊，每人都有一块。给你。我也要吃，我也要。给你，你别摔着啊。嗯，谢谢。啊，手低点的。中秋吉祥！来，玉娇，你的包裹。我的。李大姐，好不好吃啊？麻烦你接着发一下。好的。这什么呀？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需要转交给你。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兜兜转转才收到。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大姐，怎么了，玉娇？田先生寄的。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万福在厨房做菜呢。民国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承租这个房间。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的待在那个巡捕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疯头疯脑的他趣味无穷。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我那个火柴厂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你不用操心我。这是田先生留给你的。田先生既然把支票寄到您这里，他的意思很明确。那我就代田先生捐给新四军，我想田先生一定会高兴且欣慰的。谢谢你们。月饼做的可以啊，开门。
进去吗？哎，关门。谢谢黑哥啊，你赶紧吃月饼去。走了啊。太爷，太爷，来，喝口水。我不想喝。喝一口嘛。是糖水，还有呢。你看这是什么？月饼啊！你不怕他们打你啊？放心吧，他们逼着我给他们做月饼，这是剩下的。月饼。也不知道玉娇和月明他们能吃上月饼吗？哎，万福啊！哎，别，太爷，我吃过了，厨子还能饿着吗？都是给你的。好。好。太爷。中秋吉祥。吉祥。姐，新四军是不是都会打草鞋？那当然了，我们个个都会打。腰绷紧了，草鞋才打得紧。好。姐，你之前说你是小学教员。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参加新四军啊？来，你试试。哦，这样。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老家也没守住，学校停课，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大家伙都四散而逃。那个时候，也是我最茫然的时期。老家的镇上来了很多从上海、宁波逃过来的失学青年，一群茫然不知未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探讨。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是留在沦陷区，肯定气都会被气死。若是继续往内地逃亡的话，这条路一定艰难又屈辱。大家伙越说越悲愤，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到前线进行战斗。我也报了一个青年团，那会儿以为报了名就能上前线打鬼子，谁知道这个团不仅不抗日，而且这军阀作风啊十分严重，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我和大家伙商量，退了这个团，我们直接去了武汉。有人去了陆军学校，有人直接参了军，还有的去了国立大学。我和我的2位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向往延安的抗日大学，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汉口，去了18集团军的办事处。18集团军就是八路军。没想到他们8办的领导真见了我们，还听了我们的想法。那个领导特别的和蔼，他和我们说，去延安的路不好走，那的粮食紧缺，担心我们吃不好。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四军，这支队伍也是抗日的。其实我的原名叫傅幼英，幼小的幼，英雄的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小，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幼这个字儿，所以在新四军报名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我是坐着帆船来到这儿参加抗日的，我就在那表格上写了“赴番”2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改了名，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吧。什么仪式？像是和过去的名字，还有过去的自己道别。那一刻，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新的生命和
个新的自己，我选择了新的我，就好像真的重生了一样。这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姐，我也想剪短头发，那样看上去也利索。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上级最终还是命令我们如此分批地退出诺西。你放心，留下的那10几个伤员，我们会把他们藏好，照顾好。谢了。于峰兄，还是替你们觉得惋惜。不惋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况且我们已经斗争过了，团结到了你、范县长，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已经够了。其实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担心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办？不用担心，有范县长在，所以葛志远或者潘继山不会拿我怎么样。国民党的队伍呢，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但抗日，我一定坚持到底，死而后已。金贵兄，还是咱俩在钢铁厂那句话：不聊死，先聊活。顽强的活着，无论在何时何地，顽强的活着，而且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我之前呢，也执着于摘掉自己逃跑将军的帽子，为我自己证明，为我们6000兄弟证明。就真等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想的是死于国，成功成仁，这是军人的光荣，也是军人的天职。我让我的勤务兵把我的佩剑作为信物送回到我南京的父亲手中。对我来说，把他送回去，我尽忠尽职了。可讽刺的是，我没死，我是一路走一路打，打到今天。我问我自己，你打出了什么名堂？你又打出了什么局面？我跟我自己说，死再多的张云奎，甚至死再多的87旅的兄弟，我们就真的成功了吗？就真的成人了？所以回头看，那把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抗击日寇，何必在于那把短短的剑呢？蒋中正发的是中正剑，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剑，何键那边发的是会剑。那发了这么多把剑，究竟是为国而战，还是为个人而战？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成谁的人？手上的剑是有形的，说穿了，也就是个铁片而已，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无形的剑。于峰兄，我们在武汉的长江边曾经聊起过兵民使胜利之本。你刚刚指的无形的剑，指的是他吗？全中国4万万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城。这句话谁都会说，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做起来是何其难啊！我真诚地想邀请你到江苏盐城，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兴许在那儿，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我会仔细考虑。保重，保重。出发。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帆姐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帆姐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一直以来，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可是昨天晚上傅帆姐跟我说，她为什么当新四军，为什么改名，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淞沪开战以来，鬼子炸了我的婚房，又炸了武汉余家。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我终于懂得，国不保，家何能存。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常想，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张大哥，我是真这么想的。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我从傅帆姐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我想去苏中看看，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剪短发、上战场做民抗，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加入新四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张大哥，马上分别了。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草，想起了你拿温度计逗我，想起了我们在长江边叠草船，想起了我们一起坐木炭车，想起了我们一起等你种的那棵小苗长大。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又不是不见了。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帆姐帮我纠正的。如果你有空，也给我回封信吧，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韩小月。老廖被捕了，被捕了？军统上海局局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5、6天了。现在情况危急吗？老廖一被捕就吞了金豆子，还当着林长庚的面吞了铁钉。那些特务们还逼着他吃韭菜、泻药、芋头，最后还给他灌了肠，救了过来。他现在被关在76号优待室。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劝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得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佛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周佛海答应了他2件事：第一，不必非逼老廖落水；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前期行事。他们另带廖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是的，相比落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2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儿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老廖告诉我，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谈判？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2个。对，嫂子，这事儿不能答应啊。那是当然，谈判就是叛国。我和老廖心里明白。不说这些了，老廖让我告诉你，现在76号优待的，南京又很重视的，
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师母他们救出来。亮先生，您今天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您是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鞍前马后，的确是费了不少力。哎，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哪里？丰田兄，哎呀，丰田兄，不好意思啊。林主任，久等了。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丰年兄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不拘于小节的，对吧？对。坐，快坐，坐。尝尝我这好茶。哎，好。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哎，可惜我没有许知远之才呀。嗨，哪里呀？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所以啊，我就有话直说喽。啊，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我这次登门呢，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林某洗耳恭听。啊，这第一啊，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门。这次来上海啊，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沪游击总司令，其实啊，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替重庆政府筹钱，替忠义救国军筹钱。那这第二呢，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重启这个日本人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吗？说实话，我一没这个能力，二没这个地位。人微言轻啊，客气。就算是有1/10的机会能够做成，可林主任，您仔细想过吗？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对你这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合掌。第三啊，非常时期嘛。我也知道，大家的经济都困难，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我听说，
婉柔也一直在服用。是吗？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哎呀，太谢谢弟妹了。您客气。哎呦，太谢谢弟妹了。来，喝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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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我们的事业，好，干杯！咱先擦擦手，擦擦手。你干什么的？给我坐好了。黑哥，坐你的。黑哥，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签字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闲事？就自求多福吧。不是，黑哥，你就帮帮我，你就跟长官带句话，你就带句话行吗？黑哥，没事，哎呀，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